有機會改變世界的步槍只有 G11，你說 AK 不過是耐操罷了。按瞄6是不錯，但有明星效应。只有 G11，它顛覆性的設計在步槍史上獨一无二，不是因為它科幻的外形，也不是它3合1的彈夾，更不是安置在提把上的瞄準鏡，但它的結局卻充滿遺憾。G11已經摸到了德國列裝的門檻，卻在最後一刻被拒之門外，整個項目轟然倒塌，差點連帶着 HK 公司一起陪葬。一把被稱作奇蹟的槍，怎麼就走到了這一步？它究竟怎麼改變了步槍的設計？今天火力軍帶你看看這把 G11无壳弹步槍。G11它能3发齐射，而且打完後你在地上還找不到任何弹壳。最有意思的是，它的子彈是方的。为什麼德國人要大費周章去搞這麼個奇葩玩意兒？時間退回到上世紀60年代末，當時的西德國防軍主力裝備是 G3。G3 確實是一把好槍，但它在冷戰的背景下存在一些問題。後坐力大，有些士兵在緊張的時候會脫手，而它的彈藥重量也太大，士兵攜帶的彈药數量非常有限。但是它要面臨的戰場是蘇聯100萬級的兵力浩浩蕩蕩湧入東歐平原，少幾發子彈平常看不出什麼，面對這個級別的戰爭，就意味着關鍵傷害打不出來。所以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德國決定尋找替代品。軍方的要求很明確，下一代步槍單兵帶彈量必須更多，負重必須更輕，命中率必須大幅提高。西德國防部在1974年找來了3家頂尖企業， HK 公司負責研發步槍本身的機械結構，諾貝爾火炸藥公司負責研發全新的无殼彈藥，而亨索爾特公司则專門研發配套的集成式光學瞄準鏡。這3家巨頭湊在一起一合計，得出了一個結論：如果想要同時實現輕量化和高命中率，那在傳統的金屬彈殼上縫縫補補已經沒有意義了，必須從子彈這個最基礎的環節開始設計。G11靈魂就誕生了，4.73毫米 DM11无殼彈。沒有那層外殼，它是怎麼能發射的呢？仔細看這枚子彈，它完全拋棄了黃銅金屬彈殼，整顆子彈是一根長33毫米、截面8×8毫米的方形小柱，一顆3.25克重的铅芯彈頭被直接包裹在一塊高能固體火药內部，严絲合縫，渾然一體。為什麼一定要是方形？傳統圓柱形子彈對在一起，圓柱體和圓柱體之間肯定會留下很大的縫隙，這些縫隙就是被浪費掉的空間。而方形子彈就不一樣了，它們可以像磚塊一樣嚴絲合縫地擠在一起，這極大地優化了彈匣內部的空間利用率。而且扔掉了沉重的黃銅彈殼之後，單發 DM11无殼彈的總重量僅僅只有 5.2 克，相比於同口徑的傳統步槍彈，它的重量減輕了1半還要多。這就意味着在負重完全相同的情況下，西德士兵可以比對面的敵人多攜帶1倍的子彈。這種火力持續性在戰場上是非常巨大的優勢。但是這種看起來完美的全新无殼彈，在早期的研發測試中卻遇到了一個巨大的難題，那就是如果沒有了彈殼，這把槍要怎麼散熱呢？ G11的最天才的設計卻差點把這把槍拖入深淵。如果一把槍失去了散熱能力，它會從內部把自己烤熟。大家平時可能不會注意到，傳統子彈的那個黃銅彈殼在設計中它是有散熱功能的，扣動扳機、擊針撞擊底火，火藥在燃燒的時候會產生巨大的熱量。傳統的黃銅彈殼不僅可以封閉高溫火藥氣體，它還把一大半的熱量吸收進金屬彈殼的內部，隨後槍機把彈殼抽出來拋出槍外，隨着彈殼的拋出，熱量就順帶帶走了。所以傳統步槍即使連續射擊，槍膛溫度上升的速度也是可控的。可是 G11沒有金屬彈殼，火藥燃燒產生的高溫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帶走，幾乎全部淤積在了封閉的槍膛內部。在測試中，工程師發現，只要連續打上幾十發子彈，槍膛內部的溫度就會迅速飆升到180度以上。而傳統的硝化棉發射藥，它的自然溫度差不多就是180度。這個時候，如果下一發无殼彈被推進槍膛，即使不扣動扳機，滾燙的槍膛金屬也會瞬間把這顆子彈給點燃，子彈會在槍膛裡直接炸開。這在實戰中，這相當於是給士兵手裡塞了一個隨時會炸的炸彈。那他們是如何解決這個難題的呢？面對這個化學炸藥上的難題，沒有人比諾貝爾公司更專業。既然槍膛的溫度降不下來，那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去換一種燒不着的發射藥。到了1982年，他們把目光投向了奧克托金，也就是我們常說的 HMX 高能炸藥。他們以 HMX 為基礎部分，研發出了一款全新的高自然溫度推进劑，並且在无壳彈的表面增加了一層特制的阻燃涂层。通過改变發射药的化學成分，
這枚烏克彈的自然臨界溫度從原本的180度被拔高到了280度左右。這就意味着，只要槍膛溫度不超過280度，這顆子彈放在裡面就是絕對安全的。這讓 G11 的無殼彈終於達到了可以和傳統彈藥相媲美的安全水準。但是彈藥的安全問題雖然解決了，血條最後的 BOSS 終於出現了。西德軍方那個必須大幅提高實戰命中率的要求又要怎麼實現呢？要知道，正常情況下，射擊精準度的問題是通過後期士兵訓練或者加装配件來實現的，單純從槍械本身上來解決實在是困難的。那麼以精密嚴謹著稱的德國工程師會怎麼做呢？而 G11 最具顛覆性地方也就在這裡。世界上有2種3发连射，一種是 G11， 一种是其他。它就是一款偽装成步枪的机械手表，它的體內有近1000发精密部件。德国工程師利用純機械結構降低後坐力，這套無比精密的機械到底是什麼呢？在傳統的自動步槍上，不管是 M16 還是 AK，3发點射的命中率其實是非常難控制的。原因很簡單，因為第一发子彈擊發之後產生的後坐力會立刻傳導到射手的肩膀上，導致槍口往上跳動。當槍機完成抽殼上膛，再去擊發第2发子彈的時候，槍口早就偏離了原本的瞄準點。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HK 公司的工程團隊提出了一個非常具有顛覆性的構想。既然武器擊發必然產生後坐力，這是改變不了的，那就把射速提高到極限，在後坐力傳導到射手肩膀之前，就把3发子彈全部打出去不就行了嗎？基於這個瘋狂的構想，他們給 G11 設計了一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超高速機械系統。在 G11 的內部塞進了將近450個獨立的精密零件，光是一個閉鎖槍機裡面就有整整144個細小零件。它的供彈方式更是奇葩，彈匣不是插在下面，而是平擋着插在槍管的正上方。不過和 P90 不一樣的是，彈匣裡的无殼彈彈尖朝下垂直的排列着。在槍膛位置 ，G11 拋棄了傳統槍機前後往復平移的運作方式，用了一種立式圓柱槍機結構。G11 的精密結構用語言太蒼白了，我們話不多說，請看熒幕，感受一下它純粹的機械美學。在這個過程中，因為省去了抽殼和拋殼這2個步驟，讓這個旋轉槍機的往復運動速度快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不僅如此，為了進一步實現減少後坐力的效果， G11 把槍管、導氣系統、旋轉槍機以及供彈機構全部整合在了一起，做成了一個完整的內部核心組件。這個核心組件被安放在最外層的複合材料殼內部，它是可以在導軌上前後自由滑動的。當射手把快慢機撥到3发點射模式，扣下扳機，第1发子彈擊發，整個內部核心組件在火藥反作用力的推動下，開始在導軌上向後滑動。就在它向後滑動的這極短的時間裡，那個超高速的旋轉槍機以每分鐘超過2100發的恐怖射速，完成了第2发和第3发子彈的裝填和擊發。整個3发點射的循環僅只需要約60毫秒的時間。就在這60毫秒內，3发子彈已經全部飛出了槍口。直到這個時候，那個向後滑動的內部核心組件才終於走完了它的行程，重重地撞擊在槍身後部的緩衝底板上，射手的肩膀才感受到後坐力，槍口才開始往上跳動。但無所謂了，因為子彈早就沿着完美的直線飛向了目標。這種設計最大程度地消除了後坐力對點射精度的影響，讓 G11 在3发點射時的散布達到了非常驚人的密集程度。另外，為了驅動這套複雜的系統， G11 連垃圾柄的設計都極其另類。在槍身的左側有一個圓形的轉盤，射手需要用手握住這個轉盤，像擰發條一樣順時針轉動才能完成一次手動的機械上膛。在這個轉動的過程中，你能明顯感覺到內部齒輪和彈簧的咬合非常具有機械美感。可是，一把直面數据如此完美，內部結構堪比瑞士機械表的高科技步槍，為什麼最終沒能統治世界？當這塊精密的機械表掉進戰場的泥沼裡，又會發生什麼樣災難性的後果呢？G11 被淘汰了，結果很殘忍。這塊精密的機械表不僅會在泥沼裡死機，還被歷史的進程無情絞殺。到了80年代末，經過無數次修改的預生產型 G11K2 定型，甚至還被送到了美國的阿伯丁實驗場，去參加美軍的先進戰鬥步槍測試計劃。在空調房和靶場裡 ，G11 依然是大殺四方的好槍。但是當測試轉入模擬真實的戰場高壓環境時，尷尬的事情發生了。測試發現，士兵在極度緊張、腎上腺素飆升的交火中，人的心跳、呼吸、肌肉的抖動都會嚴重干擾射擊結果。即使 G11 騎射思路再成功，如果士兵在扣動扳機的那一刻打了個噴嚏，那再小的散步也是白搭。在人員操作下 ，G11 相比傳統的 M16A2 步槍，命中率的提升微乎其微，根本沒有達到預期中成倍增加的效果。更讓基層士兵感到絕望的是這把槍在野戰環境下的脆弱性。
雖然G11外表密封得很嚴實，但只要哪怕一點點髒污、泥漿或者是細沙順着縫隙鑽進機匣內部，卡住那些精密零件中的任何一個齒輪，這把槍就會徹底卡死。最糟糕的是，結構這麼複雜的槍械，士兵根本沒有野戰維護能力。想要拆解維修，必須發回給 HK 公司的原廠技師，把一把步槍搞得像維修戰鬥機一樣繁瑣。單就這一點，就注定了他在泥濘的實戰中走不遠。更何況G11還面臨着一個巨大的後勤孤立問題。當時的北約正在全力推行彈藥通用化，大家都用統一的 5.56 毫米標準彈，而德國人非要搞一個誰也用不了的 4.73 毫米无壳彈。一旦打起仗來，德國軍隊的彈藥補給將無法從盟友那裡獲得任何支援。不過，雖然有着種種缺陷，但如果在戰爭阴雲密布的冷戰時期，西德為了對抗蘇聯的鋼鐵洪流，可能真的咬咬牙也就把 G11装備部队了。但真正給他下達死亡判決書的卻是突如其來的和平。1989年，柏林牆忽然倒塌，緊接着兩德宣布統一，蘇聯解體，華約解散。那個时刻威脅着西德的巨大戰爭壓力瞬間消失了，而合併東德需要海量的真金白銀去搞建設。德國政府突然發現自己的國庫快被掏空了，這時候誰還有心思去採購一種造價極其昂貴、彈藥又不通用的科幻步槍呢？更何況隨着東德的併入，德國軍方手中多出了數十萬把 AK 步槍的盈余，這些槍足夠用到下個世紀了。於是，在1992年，德國國防部正式將 G11從採購清單中徹底刪除。這把歷經20多年研發，燒掉了納稅人8000多萬馬克，讓 HK 公司背上近2億馬克巨額債務的科幻神槍，就這樣在和平的曙光中黯然落幕。那麼問題又來了， G11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它所代表的無殼彈技術真的就只是一場浪費金錢的錯誤實驗嗎？那些被逼出來的科技遺產真的就毫無用處了嗎？其實並不是，科學的進步往往是建立在這些看似失敗的先行者身上的。G11雖然失敗了，但是它對高能推進劑化學成分的探索，它對无殼彈气密性的機械創新，以及為了抵消後坐力搞出的浮動緩衝結構，這些極為超前的技術遺產並沒有隨着它的下馬而徹底消失。到了21世紀，無論是美國後來搞的 LSAT 輕量化輕兵器計劃，還是現在各國都在研究的埋頭彈系統，多多少少都受到了當年 G11研發經驗的啟發。G11就像是一個走得太快、太超前的探索者，他用自己跌倒的經驗，替後來的武器設計師們摸清了傳統機械工程在彈藥熱力學面臨的物理邊界。他證明了純粹依靠複雜的機械結構去解決彈藥問題，在經濟性和戰地實用性上是有極限的。對於人來說，過於先進的槍械如果在可靠性上妥協，反而會變成一種負擔。未來也許外骨骼技術的發展會給單兵武器的設計帶來新的啟迪，但如果人這個最大的短板和泥濘的戰場環境無法改变的話，那簡單可靠永遠都會是軍用槍械的第一準則。好了，關於G11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認為G11的這種機械設計會在未來的哪一天復活嗎？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